Urban Hawker， 纽约的第一间新加坡 Hawker 熟食中心，完全有符合在新加坡的水准。只要会剥虾的加分。哇，它真的是有晒到哆啦 A 梦的任意门，1秒回新加坡。酒鬼，是不是想喝了？可乐，但遇到好吃的话，你不用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son， 我也是 Alison。Hello， 今天很特别，我的来宾也叫做 Alison， 他是住在新加坡的香港人。现在呢，我们2个人在纽约。今天呢，主题蛮特别的是，最近啊，在纽约有一间非常红的店，就叫做 Urban Hawker， 纽约的第一间新加坡 Hawker 熟食中心。它是新加坡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评论家，叫 KFC Toh。今天非常兴奋，我们想要去试看看纽约开的第一间新加坡小吃，究竟会不会真的这么倒地？你本身在新加坡多久了啊？差不多10年吧。10年，跟我差不多耶。其实我们还在那边假装，我们已经认识了差不多7、8年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跟 Alison 一起出发，走。我们现在进来的这一间 Urban Hawker， 曼哈顿的城区，然后50街这里，10点钟开门，我们10点钟就到，就是尽量可以避免到那个排队人潮。但是现在已经慢慢开始很多人进来了。这间店叫做 Prawnoholic， 它是虾的传人，他们本店在爬升。一间而已。对，他们老板也很热情哎，我们刚刚一来之后，他马上就认出我们，就觉得在美国纽约听到新加坡口音，我们觉得很亲切。对，很可爱的老板。我们今天点的是干的，老板说招牌是干虾面，我们先来吃看看。然后老板还特别招待了我们他们家的烧肉，它炙烧的看起来很诱人呢，这个颜色，好吃，日式的照烧酱的感觉，好香哦。吃一下的干的虾面，它的猪油渣超大片，老板全部现点现做，它的虾面很好吃，非常的有锅气耶。看看老板刚刚那个大火快炒，他的助手也是在那个背影杀手在剥虾，对，最喜欢吃不用剥的虾了。它的福建面好好吃哦，它是干的，但是它煨的很有味道的嘛。它把那个汤汁吸收了。对，我吃到那个虾的那个香气，还有那个鸡蛋也好有味道。猪油渣也是脆的，这些虾面我觉得完全有符合在新加坡的水准，就是原封不动的搬来纽约的感觉。他说他的汤的版本有改良了一下，材料这边比较不易取得，但是我觉得干的吃起来非常的到地。我真的不觉得我现在在纽约，我以为我现在在新加坡，因为我是没有办法吃太多西餐的人。对，我还是一个老中胃。来吃一下它的虾子，它虾子好大，他们说找老公也是要找一个会剥虾的男人。到了吗？你们听到了吗？他们还有放这个鱿鱼呀。对，它的鱿鱼很 Q 非常纯粹的鱿鱼的味道。我觉得这个干虾面我喜欢，有满足到我的中餐味。你有加辣椒？旁边加辣椒。哇，它辣椒好香。怎样？加辣椒好吃很多哎。真的吗？加了它的辣椒，升华再升华。这个第一间虾面就有让我大开眼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吃一下老板另外让我们试吃的他们的蚝煎还有汤的虾面。好想先喝它的汤哦，好喝哎，好好喝，真的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它的汤好虾哦，它很清甜哎，对，很甜哎，后面开始有回甘的那个感觉。它的汤头我觉得清爽一点的，但是它却不会完全没味道。
来吃一下它的面，它这个应该是米粉面的感觉，米粉加黄面，每一条面条跟米粉都吸饱那个汤汁。我觉得好幸福哦！现在在纽约这么冷，然后吃到这个热腾腾的下面 ，Oh my god！ 刚刚那个名人帅哥播的，名人帅哥，他是你的菜啊？只要会剥虾的加分。你喜欢怎样的男生？啊，这个我们等一下是下讨论一下哦。为什么？就是现在拿来聊啊！啊，我害羞哎。虽然老板说他们招牌是干的，但是我觉得汤的我也很喜欢哎。我现在来吃一下他们的蚝煎。那蚝很大颗哦，跟新加坡的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蚝好像比较新鲜一点，吃到那个海味，比较肉肉的感觉。对，比较肉肉，比较饱满。吃一下它的蚝煎，它蚝煎比较软一点点，还是因为我们放了比较久。我们刚刚讲废话讲太多了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们说的都不是废话，是干话。我觉得跟新加坡的比较不一样，新加坡的可能会炒的比较干一点，他们家干的跟汤的我都爱啦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其实我喜欢喝汤的这一个。汤的这个虾面的话，你会给多少？9分吧，很高分。干的下面跟汤的下面，我觉得都很好吃。虽然老板讲说干的是他的招牌，但是我们两个也都很喜欢汤的。对，但是他们之后有新 menu 了，所以我其实也蛮期待，下次有机会来纽约的话，可以试到他们的排骨虾面。所以你是9分，我也是9分。现在第二间我们要吃的就是这边的排队名店，叫做海南粥。现在已经大排长龙了，然后刚刚又看到了这位非常想看的帅哥，是我吗？明明就是你第一个发现的，你眼睛立刻叮！哇，他真的是有晒到。你先看一下他的饭有没有那个鸡油的香气，有鸡油香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忘记这碗鸡饭19块。哎，好吃哎，好吃对不对？它的饭是有蛮饱满的鸡油香气的，哎，真的不错哎，好吃。我知道为什么那么贵了。吃了那个鸡了吗？你吃了吗？好吃吗？好滑。真的，我先来吃，先吃白鸡哈。它的鸡很嫩哎，还有他们家自制的辣椒哦，辣椒也好好吃哦。等一下做的是那个哆啦 A 梦的任意门，1秒回新加坡。哦，对他们还有放番茄。但是新加坡的鸡饭没有附番茄的，感觉在美国很少吃菜，这里有菜很好。它的菜蛮大片的，现在来吃它的烧鸡。我现在是吃原味的烧鸡，我觉得它的咸度非常够。它的烧鸡吃起来，我觉得就没有白鸡这么的嫩。他们家我觉得要吃白鸡，白鸡我觉得也最能代表新加坡海南鸡饭了。你嘞？你喜欢白鸡还是咸鸡？白鸡啊，辣椒超级到地。这个稀饭，我觉得它完全有还原新加坡该有的味道。怪不得帅哥要来吃第2次了。刚刚那个帅哥说吃了第2次，以后我们还有机会看到他。有缘再相见 ，OK？ 现在是怎样？我的频道是亲友频道，是不是？有想要认识他的，麻烦在下面留言好吗？这一间海南鸡饭，这样吃下来，你觉得你会给多少？9分。我也是给9分。但它的烧鸡我就没有到这么的喜欢，但它的白鸡非常爱。现在接下来吃下一间，这边好多东西，我每一间都想试哎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走。对，它上面也是写剪刀姐咖喱饭，然后看到就觉得很想要吃，所以先来吃看看。它的酱汁看起来是很浓稠的那一种，它的咖喱酱蛮浓郁的。我是点他们的1号餐 Chicken Cutlet， 我来吃一下它的鸡，好脆哦，好脆，真的好脆。它的 sauce 可以再多一点 ，sauce 有一点少。我觉得它这个吃起来味道是还蛮浓郁的，但是这个我会比较喜欢新加坡本店剪刀剪的味道。这些你会给多少？
6.5吧。鸡蛋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啦，蛮嫩的。你会给多少？6.5？好，7分啊，7分啊。我大概也是给7到7.5这样。就是味道上来讲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还是比较 prefer 在新加坡的口味。下一个。先生，它的 Q 也是蛮长的。我们点了一个我觉得很特别，我在新加坡好像都没有看过的炒饭魔鬼鱼，它是上面放一层厚厚的魔鬼鱼，然后它的辣椒跟新加坡吃到的比较不一样，想把它夹在那个鱼肉里面的感觉，好香哦。它比较粒粒分明，但它吃起来是好吃的炒饭，只不过没有那个温气。然后我们等下这集拍完之后，2个 Alison 就变猪，那我们也是美丽的猪。好美哦！好开啊！吃一下鱼啦，它的鱼其实不错哎。好多刺，好多刺啊！对，它会稍微比较平淡一点点啊，没有这么的重口味。因为新加坡吃到它的味道是很饱满、很够的，还有比较大份。对，比较大份，然后辣椒也是没有在客气的那一种。他就一直在学我台湾的口音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好好吃哦！我们有这么嗲吗？有啊，台湾女生都很嗲的。但是我算还好吧。可以建议老板，就是下次辣椒酱可以加多一点嘛，会更有接近新加坡的味道。这一间炒饭先生，你个人会给多少？6分吧。我大概6.5。它的味道基本上是不错的，只是每个都差了那么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吃下一间。好。是不是想喝了？可乐，好了是不是？这里会有那个什么 Singapore Sling 之类的。对，真的。要不要开一杯？新加坡司令，看一下跟那个新加坡的 Lombard 的有没有差别？它比较 fruity 一点的，比水果味比较重。我觉得 Lombard 比较好喝，虽然 Lombard 不便宜。我记得上次去的时候大概是25新币吧，但这一杯是15块美金，也不便宜啦。但是觉得既然来了就可以喝看看他们这边做的新加坡司令，但我个人还是喜欢新加坡的新加坡司令。怎样，好喝吗 ，Alison？ 超好喝，超好喝是的。今天怎么回事？今天大家人都好好哦。老板有请我们喝了一杯新加坡司令，不错不错，突然之间超好喝。不可以这样欺骗观众啊，这样也是不错啦。只是我个人最喜欢新加坡的新加坡司令。如果在纽约，然后你想要试看看到底的新加坡司令，我觉得你可以来试一下。接下来要吃什么？我现在已经在打嗝。有那么饱吗？有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吃拉沙。走。店的老板，对，我叫 Roy。你们这边是9月21号开幕的，对。刚开的话就已经这么多人了，你们现在生意超好哎。还好啦。通常是做 lunch crowd 对吗？对 ，lunch crowd，但是这边纽约晚上很多人也是会出来的，说5点、5点半也是会很多人。这边开到几点呢？通常我们开到8点半，11点开，8点半关。所以就是 lunch 会有一波 ，dinner 会有一波啦。对了，我们先来吃看看他们的娘惹拉沙，然后还有椰浆饭。你们的拉沙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们的拉沙是加了汤来煮的，迫不及待来吃看看。OK， 好，谢谢。 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好，现在最后一间
咸食店呢 Daisy Street。刚才老板有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，老板也是人很 nice 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来吃一下他们的招牌，也就是椰浆饭，还有加他们的招牌五香，然后还有他们的娘惹拉萨，价钱也都是不菲。其实真的每一道菜在纽约市中心的这间Hawker里面，价钱真的都是蛮高贵的。我先吃拉萨好了，不然我怕它要干掉。但是比较偏稍微酸一点点的，是我放了 lime 的关系吗？应该是这个 lime 的威力蛮强大的，有没有？新加坡是椰奶味很重，很香。我喜欢新加坡的拉萨，是我喜欢它，只是用那个 spoon 就可以吃完整碗面，有点咸的感觉。我觉得还 OK， 就是它椰浆味没有这么浓，它辣度挺高的，然后它的那个香料的味道算蛮集中的，就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整个很凝聚，对，爆在一起的感觉。只是拉萨我还是比较习惯吃粗米粉，因为那个口感就比较 Q 一点，跟我印象中吃到的拉萨稍微不太一样。但是味道还行，我觉得它搞不好算是有一点点偏硬。好，我们来吃一下他们家第二道招牌，也就是椰浆饭，然后还有他们的招牌五香。先吃它的饭，椰浆味有够，好吃哎，好吃哦。它的椰浆饭比它的拉萨出色，只是它的辣椒就不会像新加坡的桑巴这么的桑巴。在这边很爽哎，纽约吃的椰浆饭，然后配一个新加坡司令，很地道啊！会不会过得太爽啊？这个五香蛮不错哎，不错吗？我来吃看看，它的五香好吃哎，它的五香有到新加坡的感觉。我这整碗最喜欢的是它的椰浆饭，它椰浆饭好香哦。这个你会给多少呢9.5。特拉萨，我个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，我比较喜欢新加坡的椰浆式拉萨，比较多一点。椰浆饭的话，我觉得很推荐。椰浆饭我会给大概8.5到8.8左右，也是还不错，逼近9分了。这样真的好饱。我们现在来吃最后一间，终于要吃甜点。全都想吃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的甜品会很挑的。我也是，不可以太甜，也不可以不甜。就是我平常会跟人说我不吃 dessert 的，对。一旦遇到好吃的话，你不用吃。我是爱吃 durian， 可是你会陪我吃吗？我一个不吃 durian， 你可以吃。不要，有人陪我吃。你确定 durian？ 好饱啊！我饱到上心口了。现在终于可以吃甜点了。这间店叫做 Lady Wong， 他们是马来西亚，然后去了新加坡，然后在纽约开了这间店。我们今天点了3个品项，第一个是传统的娘惹糕，第二个是他们的 passion fruit cake， 百香果蛋糕，再来就是他们的千层派，然后是pandan口味的千层派。先吃这个招牌，好。你是什么吃法的？我就直接吃。因为有个朋友他吃是一层一层拔起来，要吃到几百点呢？就是要一起吃才会有感觉啊。就是要一起吃啊。这个层次不够多，奶味很重。我觉得有点太奶了，它有点奶粉。对。奶粉的感觉，味道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pandan啦，我觉得还好。奶到后面会有一点腻的感觉。再来吃百香果，感受到那个热情，有蛮百香果的味道蛮重的，就是有点微酸的，但是它的蛋糕体太干。如果没有跟中间的那个 custard 一起吃的话，有点太甜。这个我觉得 no， 这是最后一个娘惹桂。我喜欢它的糯米，它2个不同的口感，然后吃上去不太甜，刚刚好。他们家的传统甜点最好吃，娘惹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跟在新加坡吃到的水准一样。这个娘惹糕啊，它上面的那个椰浆的那个香味很浓郁，很香，我喜欢，而且不会太甜。它最后这一个甜点有把之前的分数拉高回来，我觉得他们家你来吃的话，
就是点他们的娘惹贵就好了。其他蛋糕类我觉得就算了吧。哎，这个比较划算，来 CP 值比较高，而且它真的能代表新加坡的味道。那这一间甜点店你会给多少？我有点挑，对不起了，我只给你5分。哦，因为被这2个蛋糕拉低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我大概给6.5啦，就是至少它的娘惹糕是好吃的。那这样吃下来，这几类你最喜欢哪一间？我有惊艳到的是那个椰浆饭，然后白鸡很滑，哦，对，白鸡，然后它的虾面也是很好，虾面也很好吃。虾面也好吃。我个人我最喜欢的前2名应该就是鸡饭，然后还有虾面了。虾面的话，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吃汤的。他说有新的菜式会加进去，他们今天的是虾，然后配那个什么烧肉，对吗？烧肉明天开始会改成排骨，就是排骨虾面。希望你们看到自己会播出的时候，可以吃到他们更新过的菜单，而且是比较接近传统的味道。另外的话就是鸡饭，鸡饭我个人也蛮推荐的，就是那个海南中。他们家鸡饭的话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白鸡啦。烧鸡的话就算是 OK 还行。他还有跟那个老板聊到啊，就是他讲说其实当地取材其实蛮难的，然后那些新加坡人就特别过来纽约这边打拼做这个。我觉得身为新加坡人或是身为华人，你住在纽约或是你在纽约吃到这样道地的新加坡料理，我觉得你应该要抱持着感恩的心。我之前有看过就可能有一些报道啊，会有人在 complain 说觉得这边价钱太高，一份虾面或者是一碗鸡饭，确实是有点太昂贵了。这里的租金还有这里的材料，对，还有这里的人力，其实他们的 cost 非常的高，所以在纽约的话，因为没有办法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卖这个价钱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值得尊敬的是，他们把新加坡的小贩中心的就是 hawker 的这个文化带到世界各地，然后发扬光大。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来支持一下。今天也谢谢我们的 Alison， 我的双胞胎。那如果你还想要再看到 Alison 的话，麻烦你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，或者是你有推荐其他好吃的美国纽约道地美食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有机会再拍一下这边的 local 美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耶！那我可以重新做一个手势吗？这个好老土哦。